嗨，大家好。在之前的视频中给大家介绍了什么是三位一体的核打击力量，其中分别用了几期视频来重点介绍陆基的战略导弹和空基的战略轰炸机。三位一体中最后剩下的就是海基。那么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中国的战略导弹核潜艇和它在世界所处的位置。一提到核潜艇，大家立刻想到的就是与之对应的常规潜艇。那么它们到底有何区别呢？首先从名字上来看，一目了然，核潜艇采用的是核动力，而常规潜艇采用的则是传统的柴电混合动力。而根据柴电工作原理的不同，常规潜艇在水面用柴油机工作，并给潜艇充电，到了水下则采用电力工作，这样潜艇就要经常浮出水面换气，它的生存能力则大打折扣。潜艇的主要任务就是隐藏起来，给对方致命一击，经常露出头来，无异于送死。反潜直升机是不会轻易放过这个猎物的。而即便后续发展出的 AIP 动力依然不能改变常规潜艇动力不足的缺陷，而核潜艇依托其强大的续航能力，潜伏时间几乎是无限的，充沛的动力还可以保持其在水下高速航行，通常能够达到30节，而常规潜艇则不到20节。另外，依托于核动力功率的强大，核潜艇的体积和吨位都会较大，这样就允许携带更多更大的武器，如战略弹道导弹和体积重量更大更复杂的电子设备等等。这些都是常规潜艇所无法做到的，但常规潜艇有一个优势，就是其噪声较小。原因在于它在水下时可以关闭柴油机，完全靠蓄电池里的电力工作。而核潜艇的反应堆是不能轻易关闭的，一旦关闭，失去一切动力不说，想要把它重新激活，就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机动性能严重受限。所以核反应堆必须一直运转，这样它的冷却水、蒸汽管路还有水泵、汽轮机都是在工作着的，噪声自然就大。所以，如何降低核潜艇的噪音分贝，是各国研发核潜艇的共同课题。好，介绍完核潜艇和常规潜艇的区别之后，另外一个疑问就是在核潜艇中，很多人经常会听到弹道导弹核潜艇和攻击型核潜艇的概念。那么它们到底又有什么区别呢？如果刚才是以动力区分，那么现在就是以作战用途来区分，一个是战术应用，另一个则是战略威慑。攻击型潜艇是执行战役战术任务的，主要进行海战，并可执行护航、反潜、攻击水面舰艇、布雷、侦察、输送蛙人等等等等，也可向陆上目标进行攻击。装载武器主要为鱼雷、巡航导弹、水雷等常规武器，当然也包括自航潜艇、蛙人运送舱等。而战略弹道导弹核潜艇则不同，作为三位一体中的一环，它是可以发射之前讲过的弹道核导弹的。说白了，它最大的作用就是威慑。即在一国遭受核打击，并且陆基、空基核武器均被摧毁后，仍然具备核报复的能力。而上面提到的那些粗活，它是基本不干的。而从吨位上来讲，两者也不是一个量级。战略核潜艇通常都超过1万吨，像俄罗斯的台风级核潜艇更是达到了48000吨，堪比航母。而攻击型核潜艇则通常低于1万吨。其实从作战用途上来看，上面提到的常规潜艇也可以作为攻击型潜艇来执行任务。那么问题来了，一艘潜艇作为一个航母战斗群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以上提到的哪种潜艇最为合适呢？航母战斗群中的潜艇是用来为航母护航，并配合其他舰艇协同作战的。显然从刚才的介绍来看，弹道导弹核潜艇不太合适。那么常规型攻击潜艇能满足要求吗？也不行，原因是航母战斗群的平均速度是25至30节，而常规潜艇10几节的速度很难跟上大部队，而且还要定期上来换气。所以从航程、自持力和隐蔽性等多方考虑，只有攻击型核潜艇才适合编入航母编队来协同执行任务。好，经过上面的介绍，大家应该对潜伏在大洋深处的各类潜艇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那么接下来我们即将进入今天的主角——弹道导弹核潜艇。从战略威慑武器装备来看，在大洋之中能够拥有弹道导弹核潜艇的战略意义和价值远高于航母和驱逐舰，可以说它是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中最具威慑力的组成部分。当然，战略核潜艇的这种高级货也非常烧钱，无论技术难度、造价、维护成本，无不体现综合国力。也只有联合国5常，外加一个挤破头钻进来的印度才玩得起。虽然德日有钱，但因为二战时作得实在太狠，正所谓 no 作 no die， 如今被5常牢牢掐住7寸，动弹不得。所以发展核武器，他们两个是别想了。下面我们一个一个来介绍。首先来到中国，提到中国的潜艇，想必各位网友经常会听到种类繁多的不同型号，再加上北约给我们起的代号，让人有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那么首先我们就来梳理一下。中国的潜艇自09系列开始均为核潜艇，而其中奇数为攻击核潜艇，偶数为弹道导弹核潜艇，
换句话说，攻击核潜艇为091、093、095系列，弹道导弹核潜艇为092、094、096系列，而其他非09系列的型号则都是常规动力潜艇，非常的清晰。但北约则另辟蹊径，进而用中国的朝代来给中国潜艇命名，而且都是用统一的中原正统王朝来命名，看起来命名者还像是个文化人嘛。但中国的大一统王朝本身也不算多，秦始皇统一之后9个，再加上夏商周也不过12个，万一都用完了可怎么办呢？而且你用也就算了，但用得如此毫无章法，杂乱无章，着实是让人头疼啊。下面来看，091被命名为汉籍，092为夏籍，093商籍，094晋籍，而未来的095为隋，096为唐，097则为秦，剩下的则是被用来命名常规动力潜艇。根据时间先后顺序，分别为明籍、宋籍和元籍，是不是毫无规律可循？从数量上来看，虽然中国拥有数量众多的常规动力潜艇，但在核动力潜艇方面还是排在美俄之后。根据已披露的信息，中国的091是2艘，091G 3艘，092 4艘，后来出事故坏了1艘，093及其改进型为8艘，094及改进型为6艘。所以结论就是5+3+8+6等于22艘，这就是当前中国核潜艇的数量。而随着后续095和096的服役，这个数量也会相应的增加。好，说完了中国潜艇的命名规则和数量，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我国最具战略价值的弹道导弹核潜艇。从刚才的介绍可知，我国从第一艘弹道导弹核潜艇092诞生以来，总共经历3代，现役为094和094A 型。2008年服役，全长133米，全宽13米，前航排水量为12000吨，最大前航速度为26节以上，自持力70天，成员为120人，也是中国第一款突破10000吨级大关的潜艇。最大特点就是舰艇上面的驼背，原因就是这个龟背中要装载中国陆基东风31的海基版巨浪2导弹，可携带12枚，最新改进型巨浪 2A 射程将超过10000公里。其实龟背设计看起来确实不甚美观，但实际上它是弹道导弹核潜艇的标配，像美国的俄亥俄和俄罗斯的北风之神也都有龟背，只是舰体做得够大，将龟背埋在体内，看起来好像没有一样。094之后就是第3代的096了，全长超过150米，全宽20米，前航排水量预计将达到20000至24000吨，服役后将成为中国最大的潜艇，前航速度将达到32节。而随着中国射程最远的东风41改进而来的巨浪3型洲际导弹的试射成功，预计096将搭载16至24枚巨浪3型洲际弹道导弹，射程将超过12000公里，并可同时搭载10枚当量在15万吨左右的分导式核弹头，也就是说，一艘核潜艇最多可携带接近200个热核弹头。这些核弹头足以对一个军事强国造成毁灭性的打击，所以096型核潜艇已经可以跻身到世界最先进潜艇的行列。好，介绍完中国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世界其他国家核潜艇的实力。首先来到英国，英国最新型号的弹道导弹核潜艇为前卫级，共4艘，前航排水量达到15900吨，前航极速25节，并可携带16枚3x2D5弹道导弹。咦，英国的核潜艇怎么装载美国的3x级导弹？英国自己没有吗？还真的没有。而且事实上，英国在研发弹道导弹方面并无任何建树，早早就中断了陆基蓝光导弹研发，而且难度更大的海基更是无从谈起，直接放弃。所以面对弹道导弹核潜艇这一吞金巨兽，导弹只能从美国引进。英国的这个前卫级也正是为了能够发射3x级导弹而研制的。而更为讽刺的是，大英帝国并不具备3x2D5的维修养护能力，所以导弹要保养就必须运回美国。而随着上世纪90年代英国最后一种战略轰炸机的退役，前卫级核潜艇就成了英国现役唯一一种核打击平台。但这个曾经称霸世界的日不落帝国，所谓的核威慑，还不是要看别人的脸色吗？再次是法国，法国是与美国一起成为世界上唯2的2个既拥有核动力航空母舰又拥有核潜艇的国家。法国核潜艇共10艘，4艘为战略型，6艘为攻击型。这4艘战略型就是凯旋级核潜艇，全长138米，宽12.5米，前航排水量达到14000吨，航速超过25节。最新一艘的猛烈号具有16个弹道导弹发射筒，可以装载法国自研的 M51弹道导弹，把射程从之前 M45的6000公里提升到超过10000公里。这样，拥有凯旋级核潜艇的法国人却拥有了进行2次核反击的威慑力量。
但我们知道，像战略导弹核潜艇这种大家伙，虽然都超过1万吨，但在浩瀚的大洋中却如沧海一粟，想要发现谈何容易？但以上提到的英法两国却在浩瀚的大洋中来了一次亲密接触。2009年2月4日，法国的凯旋号核潜艇在完成任务返航途中，在宽大的大西洋水下与英国皇家海军的核潜艇先锋号神奇般地撞在了一起。凯旋号的声纳罩几乎全毁，塔台及侧翼都有不同程度的损坏。但更为要命的是，这2艘核潜艇均载有核弹头，一旦受损或误发，后果将不堪设想。最后，所幸核反应堆、核弹头及其他导弹均没有受损，人员也没有伤亡。2艘核潜艇在完成一次海底撞车之后，各自回国进行返修。英法这2个素有100年恩怨的国家，一同演绎了人类潜艇史上的一次奇迹。好，经过上面的介绍，可以看到中国的094型核潜艇在综合方面距离英国的前卫级和法国的凯旋级尚有差距，但096已全面赶超。接下来我们来到俄罗斯和美国，这2个国家在核潜艇上的造诣可以用变态来形容。苏联自冷战开始，近半个世纪的时间生产了94艘战略核潜艇，而各种型号的核潜艇总数加起来达到惊人的268艘。美国前后也生产了59艘战略核潜艇。这2个开了挂的家伙在冷战时真的把军工造诣发挥到了极致。而如今俄罗斯现役核潜艇在40至45艘之间，其中15艘为攻击型，6艘为巡航导弹型，16艘弹道导弹型。俄罗斯也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可与美国水下核力量正面抗衡的国家。提到俄罗斯的潜艇，就不得不提到前苏联时期建造的台风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了，也是人类历史上建造过最大的潜艇。艇身长度为173米，水下排水量达到惊人的48000吨，最高航速为25节。虽然在台风级核潜艇上只放了20枚导弹，不如美国俄亥俄级潜艇上的24枚，但每枚导弹有10个分导核弹头，可同时打击10个目标，这样在总数上就与美国潜艇不相上下了。而这些导弹又都具备了强悍的末端机动能力，因此即便拥有强大的反导系统的美国也难以承受台风级核潜艇的饱和式打击。但随着苏联的解体，在冷战时曾经辉煌一时的台风级潜艇，如今只剩下德米特里敦斯科1号一艘，且已不具备作战能力，现在只作为新型武器实验平台来使用。而现役俄罗斯最新型号的战略潜艇为北风之神级，艇长170米，宽13.5米，水下排水量达24000吨，也是世界上第2大的潜艇，仅次于刚才提到的台风级。北风之神可以搭载16枚圆锥，每枚导弹拥有6个分导核弹头。此一级别共将建造8艘，现已3艘服役。此外，俄罗斯的战略潜艇中还有建造于上世纪80年代的德尔塔4型，现役还有6艘服役，并仍然参与战略值班。好，介绍完俄罗斯，最后来到现在世界上现役拥有核潜艇数量最多的国家——美国。美国现役共70及76艘核潜艇，其中56艘为攻击型，4艘为巡航导弹型，14艘为弹道导弹型。而战略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型号就一个，那就是已经威慑了世界近40年的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了。全长170米，前航排水量18750吨，水下最大速度25节。俄亥俄级装备了24枚3x2D5前射洲际弹道导弹，之前对这款导弹介绍过，其射程超过了12000公里。其精度在100米以内，每枚导弹还包含了8个分导式核弹头，这样一艘核潜艇就拥有了攻击192个目标的能力，足以摧毁一个国家。俄亥俄级自第一艘1981年服役到1997年，共建造了18艘，其中前4艘由于过于老化，无力承担常态战略核威慑巡航值班，而后就被改造为巡航导弹核潜艇。所以当前美国共有14艘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处于服役中。但这些潜艇还是有很多已经超过了设计寿命30年的极限，所以美国正在研制其替代者哥伦比亚级，全长171米，宽13米，水下排水量20810吨，可以装载16枚3x2D5洲际弹道导弹，预计建造12艘，2021年开工，2031年服役，2039年全部完工。好，以上就是世界5常的战略核潜艇。咦，刚才不是提到6个，还有一个去哪里了？对，没错，剩下的一个就是印度。我们花一点点时间来介绍一下。印度是世界上第6个可以建造核潜艇的国家，现已唯一的一艘就是歼敌者号弹道导弹核潜艇了。1998年动工，2009年下水，2016年服役。核反应堆是由俄罗斯帮助建造，全长111米，全宽15米，水下航速可达30节。
载员100人左右，排水量仅为6000吨。该型潜艇装有4个垂直发射管，能够携带6枚533毫米鱼雷和12枚 K-15潜射弹道导弹或4枚 K-4巡航导弹。而随着这艘印度国产核潜艇的服役，印度总理也表示，歼敌者号的到来标志着印度3位一体核力量打造成功。看到这里，大家也许有些奇怪，经过我之前的介绍，印度这艘歼敌者号怎么看怎么像是一艘攻击型核潜艇，但它又可以携带弹道导弹。可如果说是战略核潜艇，印度这个 K-15潜射导弹的射程却只有可怜的700公里，远程威慑谈何说起呢？所以很多人对于其定位就产生了质疑。但三哥却不服气了，我们的艇怎么就不算战略核潜艇了啊？我们可以悄悄潜伏到你家附近，对你进行2次核打击啊！这么说也没毛病，毕竟在大洋深处能发生像英法一样的亲密接触，几率也确实不大。所以那就把它算上吧。好的，以上就是给大家介绍的这个世界上仅有的6个拥有战略导弹核潜艇的国家。但就像很多战略核武器一样，弹道导弹核潜艇主要用于威慑，也许从它建造开始到最终退役，都根本不会用于实战。世界和平都是我们人类所共同追求的目标，我也衷心希望这些武器永远也不会有使用的一天。好，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